由于 PSV 的游戏阵容较为匮乏，所以大家来来回回玩的也都是那么几款游戏。我也是权衡许久，那么今天3位接着为大家来推荐几款我个人觉得没那么热门的 PSV 官方游戏吧。本期视频依旧是点赞破300，下期掌机游戏推荐就能快速更新哦。本期的第一款游戏是 SE 的看家大作，最终幻想系列的衍生作品 FF 宝可梦最终幻想世界。在开头我先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游戏均需要开启超频道444，否则游戏体验会非常的不稳定。游戏的画面上采用了效果非常不错的卡通渲染，无论是场景、人物，又或是迷影兽，都有着相当可爱的表现。特别是其中场景与人物的表现力，几乎每个场景都有着十分丰富的细节，像是宏伟的城堡、茂密的森林以及幽暗的洞穴迷宫，都能为玩家们带来不错的代入感。虽然 PSV 版的画面水平全面低于其他版本，但是能玩总归是好于没有的。主角姐弟2人则是有着长身人和矮身人2种不同的形态，两种形态有着独立的动作模型及表情，可以自由切换。不过这样的形态切换可并不是什么摆设，游戏中一大重要的玩法叠叠就是靠着这2种形态来驱动的。简单来讲，在游戏中我们可以与自己的迷影兽像怪猎物语那样叠在一起，虽然会减少行动次数，但是对于伤害的抗性以及战斗力都会有着很明显的提升。不过叠叠也是有限制的，比自己大的迷影兽只能骑着，而比自己小的则是可以顶在头上。这个设定也就让体积小脑袋大的矮身人形态有了用武之地。长身人虽然不能骑成怪物，但是相对的则是可以拥有更多的战斗技能。如何合理利用2种形态带来的效果收益，便是玩家在本作中需要考虑到的因素之一。战斗环节则是采用了时间调制的回合制战斗模式，攻击、技能以及捕捉之类的系统也都包含在其中。对于怪物的培养上，则是采用了技能树的形态，用技能树点到一定程度，怪物就会进化。配合上叠叠以及主角的技能设置，可以衍生出相当丰富的玩法。不过在特效与动作表现上，游戏还是差了一些。与老版的宝可梦类似，释放技能的时候就是原地做动作，然后受到伤害，没有太多的动作交互，看久了还是会有些无聊的。不过游戏的情怀并不全在这些历代的可捕捉的怪物之上，在游戏中从初代到13的主角以及一系列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都会悉数登场。虽然他们都是以矮身人的形象出现，但是有语音，有对应的剧情，相信对系列老玩家来说这就足够了。操作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本作的流程中基本没有采用 PSV 的硬件特性，几乎全部内容都直接整合在了按键之上。不过 PSV 1000的手感不错，玩起来也是相当舒服。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怪物收集与培养玩法，又或是最终幻想系列的粉丝，那么这部最终幻想世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接下来的这款游戏是来自万代圈钱模型生产线的老牌骨干，家老们最喜欢的高达作品《高达破坏者3》。老实说，我其实高达游戏玩的不多，到现在也仅仅只接触过 VS、破坏者及无双系列。虽说都是高达，但这部破坏者相较于其他2部作品来说有着独特的魅力。在画面上，游戏与其他作品的差别不大，保持了偏向于 TV 版造型的同时，也在游戏中加入了许多改建。但是在场景上，游戏的表现不佳，整体场景表现都略素，并且较为空旷，高低差所能带来的收益也都微乎其微。这里就要提一下游戏的设定了。这部高达的设定就是胶老们拿自己改的模型对打，所以爆出来的素材也都是板件的形状。同时也正因为是模型拼装的设定，让游戏内的高达可以高度的克制化，数量极为庞大的各种部件以及武器，甚至是各种水贴与喷涂的处理方式，都可以让玩家们随心所欲的定制出那只属于你自己的高达。虽然模型方面的表现不错，但是游戏的可玩性却说不上是太优秀，整体的体验介于 VS 与无双之间。我们每章的关卡中要做的就是在各种小场景中处理掉一定数量的敌人，然后在关底中打败 BOSS。 连招系统在本作中依旧存在，并且体验不错，但是由于每次战斗通常都是1打多，在水平相近的情况下，除了 BOSS 以外的各种小怪血量一般都很少，基本打不出什么连段，并且他们一旦同屏出现或者同屏死亡，那么你的帧数就会遭到巨幅下跌，即便是超频状态也无法挽回，所以最后也就强迫玩家只能远程打点，通过远程攻击击破一定数量的敌人，在近战帧数就会好上不少。操作上，游戏一定程度上的利用到了 PSV 的正面触控，在右下角以及左下角分别有着对应瞄准以及锁定的虚拟按键。不过正常流程中，一般锁定是默认开启的，也不用自己去特意按一下，而且锁定期间的子弹几乎都可以做到对敌人的完美压制，用不着用手动瞄准。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这2个虚拟按键可有可无，游戏还是更侧重于丰富的按键与组合键，以方便玩家去参与战斗。假如你是个胶老或者非常喜欢高达系列的作品，那么这部高达破坏者3的自定义机甲与拍照模式绝对可以让喜欢高达的你有非常不错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下一款游戏是一个来自 PS2 的质量相当优秀的系列作品，《角湖大冒险4：岁月神偷》。这个神奇的系列到今天已经算是销声匿迹的作品了，但是其在 PSV 中的高质量还是值得拿出来品一品的。在画面上，游戏有着非常浓烈的漫画风，特别是那种相当贴近动画电影中福瑞的表现力，应该能吸引不少好这口的玩家。在场景与关卡设计上，游戏同样有着相当精细的刻画。玩家的每一次冒险都会在一个个风格迥异，并且设有各种立足点的箱庭世界中展开。3名不同的可操作角色以及4种与其对应的不同的玩法，更是让游戏有着极为恐怖的初见体验。我们先来看角湖，它的设定是盗贼，所以操作它时，玩家可以自由地在空间中游走，一边躲避敌人的追捕，一边尝试偷取敌人身上的钥匙以及最终的宝物。其次就是小王八了，乌龟有2种玩法，首先是本体的喷气式移动，以及可以释放破坏墙体的手雷。这2种能力可以让它潜入到更深层的位置。其次就是它的小黑客机器人了。在黑入系统时，我们要先进入一个类似坦克大战的小游戏模式，通过切换形态射击来击败敌人与破坏阻碍，最终达到目的地就算成功。河马则是一个纯的力量型角色，跳得不高，移速也慢，但是多样的攻击手段让它可以作为一个强力的突击手，举起物品或敌人并砸出去的操作，也可以辅助它通过许多的解谜。即便不看关卡设计，单看这些角色的可玩性，本作就已经非常出色了。箱庭地图的设计则是更有意思，复杂多样的道路可以辅助我们躲开巡逻的敌人，而地图中一个个收集品与隐藏的挑战，更是大大加强了游戏的趣味性。操作上，游戏支持使用触屏来进行设置，诸如望远镜之类的能力的调用。整体来说确实是方便很多，但是由于设置的内容较多，字体也不大，所以还是使用按键会更加精准。游戏的按键布局与操作手感都没得说。不过在默认设置下，游戏的视角的上下是反过来的，需要玩家进入设置手动进行更改。假如你想在 PSV 中找到一款内容量相当不错的 3D 动作游戏，又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箱庭冒险，那么这部《岁月神偷》一定会很适合你。接下来的这部游戏中包含的内容更是相当的丰富，万代旗下知名动漫乱斗游戏系列 Jump 明星胜利 VS 加 Jump 大乱斗这个系列向来都不会让粉丝们失望。虽然 PSV 版的画面不尽人意，材质削减明显，光影效果更是被几乎阉割的一点不剩，但是在 PSV 上能玩到这样一款有着诸多大家喜欢的动漫角色的格斗游戏，肯定还是不亏的。游戏在内容上准备了街机模式、自由对战以及剧情模式，而剧情模式则是根据登场的角色分为了4个篇章，将4个篇章全部完成后，就能解锁所有人物了。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火影、海贼、龙珠、死神以外，暗杀教室的沙老师、美食与腐乳中的许多角色，以及银魂、齐木楠雄等爆火的动漫都有登场。无论你是其中哪部作品的粉丝，相信体验都不会太差。在战斗系统上，游戏有着轻重攻击的不同段数连携，玩家可以靠着熟练度打出很多的连段。因为游戏中没有类似替身的机制，所以战斗时也需要格外谨慎，防止被对手先手。在技能方面，则是每个角色包含绝招，共4个技能，具体的释放表现各不相同。像是鸣人的分身、螺旋丸以及九尾模式，路飞的橡胶机关枪2档、3档，以及波斑的天爱振兴等，都有着极为还原且效果独特的表现。熟练掌握各种角色的攻击范围，打断敌方的突进，就是游戏的力回核心了。操作上，游戏对 PSV 的正面触控的应用也不少，右下角的锁定、触摸屏幕的绝招释放，与游戏的系统完美结合，让 PSV 即便是在缺少按键的情况下，也能做到流畅的操作。舒适的按键布局加上游戏超频过后还算稳定的帧数，让它的战斗体验十分跟手。如果你是个喜欢看动漫的玩家，或者想要在 PSV 中找到一款有着自己熟悉人物的游戏，那么这部 Jump 明星胜利 VS 加你一定不能错过。本期最后一款游戏是一款相当老牌的网游，仙境传说的分支作品《仙境传说：奥德赛 ACE》。在当年索尼为了抵抗怪猎发起的共斗游戏召集令，在那时产生了诸如《自由战争》《跑鬼传》《灵魂献祭》以及今天这部《仙境传说：奥德赛 ACE》等一众优秀的共斗游戏。画面上，游戏的画风偏向卡通，在细节上也依旧保持了与系列起点《仙境传说》MMORPG 类似的观感。特别是怪物方面，作为系列吉祥物的粉色史莱姆，在本作中同样是作为前期野怪登场，并且在动画表现上也是相当不错，死亡时变成一坨的效果以及 Q 弹的质感都相当可爱。而其他野怪的表现就没这么有意思了，像是蘑菇这样的怪物就根本没有什么特色，感觉是普通的万人骑野怪。BOSS 级别的怪物在招式以及状态上平衡做的都还算不错，基本不会出现血牛干耗时间的情况。相较于奥德赛原版 ，ACE 的内容量会更加丰富。
加入了原版 ED 后的新篇章，并且收录了前作所有的下载任务。在战斗环节中，本作有着相当不错的内容。虽然特效与伊苏八一样塑料，但是招式丰富度与动作的效果都要更加优秀。对于一款共斗刷子类游戏来说，每个职业都有独特且丰富的招式，肯定是可以极大的扩充游戏的可玩性的。在装备系统上，游戏引入了一个插卡设定，根据卡种不同，相同颜色的卡片还会产生连携效果，为玩家带来更强的属性提升。不过强大的卡片往往伴随着风险，卡片除了会为玩家带来增益以外，还会额外的增加一些负面效果。如何权衡利弊，就要看玩家的游戏理解了。游戏的整体干度绝对不算低，想要强化高阶武器与装备时，往往都要通过大量的打工刷取才能凑够。操作上，游戏把道具、动作、表情等功能分配给了触摸屏，但也仅仅只是对于正面触摸屏有所应用。假如你现在联机组队开黑，那么发表情、做动作这些互动确实可以更加便携的释放。但是到了实战中，这些虚拟按键的分配就对游戏的体验没有多少提升了。由于本作是脱胎于网游，所以游戏非常鼓励玩家去线上联机共斗。但是现在服务器已经停运，所以很多只有在多人时才有的有趣体验也跟着消失了。不过这款游戏本身过硬的素质，让这款奥德赛 ACE 依旧可以为现在的 PSV 玩家们带来更多的乐趣。假如你喜欢共斗类游戏，或者想找一款可以打发许多时间的作品，那么这款《仙境传说：奥德赛 ACE》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 PSV 游戏推荐的全部内容了。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就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吧。本期视频点赞破300，那么下期掌机游戏推荐就能快速更新哦。我是三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